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传说苹果上的蜡有毒，这是真的吗？该怎么去除呢？经常听老一辈人说的一句话：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即便是现在的水果自由的时代了，也依旧有很多人在保持着这个习惯，在没有忘了的情况下，都是每天吃一个苹果。可以听到有很多人说，不管在买哪个品种的苹果时，都能感受得到苹果皮上有一层蜡。听说这层蜡不能吃，有的人还称就是因为苹果皮上有蜡，这层蜡有毒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削了以后再去吃。真实的苹果上确实是有一层蜡的成分。苹果属于新鲜的食用农产品，成熟采摘后，在仓库放置一段时间，或者运输到批发市场。时间过长，表皮呢就容易起皱，而在表皮打蜡呢，可以防止水分流失，解决苹果皱缩的问题，延长苹果保存时间。另外，打蜡后，苹果表面光滑、新鲜，卖相好。果皮上的蜡主要有3种情况。第一种是苹果表面本身的一层果蜡，这是在苹果表面生成的植物保护层。这种果蜡对人体完全无害，吃进肚子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第二种蜡则是人工加上去的食用蜡，这种人工果蜡其实是一种壳聚糖物质，多从螃蟹、贝壳等甲壳类动物中提取而来。这种物质本身对身体并无害处。人们要担心的其实是第3种蜡，那就是工业蜡。有些不法小贩使用工业蜡给水果打蜡，其中可能含有汞、铅等有害物质，吃进去对人体带来危害。食用过多可能会对人体排毒和分解器官，如肝脏等造成负担过重，影响健康。食用蜡和工业腊肉也很难分辨。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挑选水果时，用手或者是餐巾纸擦拭水果表面，如果能擦下一层淡淡的红色，就很有可能就是工业蜡，就最好不要购买哦。虽然有了鉴别方法，但还是在建议吃苹果等水果之前，清洗一下。苹果打蜡以后，无论是人工蜡还是工业蜡，都是不建议直接带皮吃的，因为苹果的表皮容易滋生细菌等有害物质，不去除苹果表面的蜡，食用之后对身体健康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，可能会出现腹泻、腹痛等不适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打蜡的苹果？今天本人将教大家3种有效去除果蜡和农药的简单方法。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。方法1：用刀子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那就是用刀子。只需要用刀子刮刮苹果的表皮，就会看到很多果蜡被刮下了。接着用清水将果蜡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方法2：用盐。苹果用水冲洗后，在表皮放一点盐，然后用百洁布轻轻地刷苹果表面，这样表面的脏东西很快就能搓干净。然后再用水冲洗干净，就能将果蜡去除了。这样一来就可以放心吃了。方法3：用小苏打。把苹果放进容器中，将几勺小苏打粉均匀地撒在苹果上，接着倒入温水，让苹果在温水里浸泡5分钟。5分钟后，用干净的百洁布轻轻地刷苹果表面，就能很轻松地将果蜡刷掉。最后用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这是因为小苏打和农药会起中和作用，让农药溶解于水中。农药分成水溶性和油溶性2种特性，都是酸性成分，而小苏打粉是碱性的。因此洗蔬果时加入小苏打，会在水中起中和作用，因此具有去除农药的效果。好了，以上的方法清洗了过后，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检测一下，果皮是不是很干净，一点果蜡也没有了呢？这样清洗了一遍之后，苹果既干净又吃得放心。
解决了很多人困扰的烦恼。这里特意给大家看一下苹果去果蜡前后的区别。去蜡前的苹果鲜艳又软，去蜡后的苹果暗淡无光。这可能也是苹果打蜡的原因之一吧。今天分享的识别去除苹果蜡的小妙招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苹果被誉为世界上最健康的水果之一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吃苹果一定要将苹果的种子去除，因为苹果的种子含有苦杏仁苷，吃入人体后会转化成氰化氢，是一种剧毒哦。如果不小心吃太多，会造成死亡的哦。一般上大家切苹果来吃，是不是直接将苹果切一半，然后发觉到这样切苹果还需要将种子去除，非常麻烦呢。有时候还会切到种子，吃了还可能会危害健康。这里建议大家不要将苹果切一半。今天小编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切苹果的小妙招，轻轻松松将苹果切好，将苹果的种子去除干净哦。非常简单，而且非常有效，大家一定要学起来。小编这里准备了一颗苹果，来示范切苹果的小妙招，给大家看看。一般上苹果含有果柄的这个部位，其表面会比较大，大家先将苹果的果柄剪掉，然后将它倒过来，这样倒过来放苹果会比较稳，比较方便切苹果的动作哦。接下来呢，小编今天的切苹果的小妙招，就是要将苹果像这张9宫格图这样切哦。小编这里就示范给大家看看。先想象苹果上有9宫格的横线，然后用刀在这个部位将苹果抓稳，然后将它切下，然后切对面的一角，这样子，然后就切剩下的2边。大家看看，这样切不但可以充分的切出苹果的果肉，而且苹果的种子中间的部位也已经全部切开了啊，只需要将苹果中间的这个部位丢掉就可以了啊。剩下的苹果要切也非常方便，将它翻过来，这样子切苹果就完全切完了。这样做就可以吃到苹果的果肉，又可以免去除苹果种子的麻烦，还可以避免吃到苹果的种子哦，一举多得。大家家里可以试试看。今天这里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切苹果的小妙招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希望大家都学会了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